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有关哮喘的用药啊。那么这个呢，也是近期我们一起来参加学习的同学专门给我提出来，能不能给大家来讲一讲有关这个呼吸系统的一些药物说就像那个咱们之前讲过的那一次降压药一样给大家总结一下。那么我想呢，这个问题其实很有代表性咱们 pharmacology 呢，应该说是咱们学习过程中一个难点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平时接触的比较少学习的课时也相对占用的很少。而相应呢，其实在每一种系统疾病里边都会用到大量的 pharmacology 的这个知识所以呢，如果不进行一个相对自己系统的总结，你学 pharmacology 的感觉就是出现一个病记一堆的药出现另外一个病又记一堆完全崭新的药所以就感觉需要记的东西太多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自己要花时间去或者说找资料能不能有一个总结的东西那么今天其实我给大家提出来就是有关这个哮喘用药的一个自我进行的一个总结希望呢是能够给大家有一些提示拿出来和大家分享。那么当然肯定也有一些没有提到的没有总结到的，因为内容确实有限我就捡最重点的咱们可能会用到的最常用的一些药物呢跟大家来讲一讲那么在节目开始呢，还是跟大家提一下我们因为现在经常听到同学刚刚正好这是刚刚考完试的很多的同学最近都在提到一点就是 NCLEX 考试它非常着重于考咱们的临床能力了它不是说考操作，而是考咱们临床的思维能力它可能把很多的知识点混在一起做一个 case study来给你出一系列的 NGN 的这种系列问题。如果大家呢没有培养出这种熟练的临床思维的话，那么在考试中突然遇到这种题可能会有一点紧张那么思路可能就不是说非常的熟练或清晰。所以呢，还是和大家在强调，我们一定是要把时间功夫下在平时多进行这种临床模拟的思维训练这个对于大家通过 NCLEX 考试一定会非常有帮助那么我们下面呢就开始今天的主题。第一个我们说支气管哮喘 asthma， 它呢当然我们简称是哮喘它是怎么回事我们要知道，它是一种慢性的气道炎症性疾病大家还是区分开炎症和感染这两个概念是不一样的。那么炎症的这种概念它的范畴更大，而感染呢可以认为是炎症其中的一种类型所以呢其实我们知道哮喘和这种炎症有关可不是只局限在感染性疾病说你必须先得感染某一个细菌才会有哮喘，这是完全不正确的所以呢它是一种炎性疾病那么炎症细胞呢一般我们说有很多，当然这里比较多见的是什么？嗜酸粒细胞和肥大细胞这个都是一些典型的炎性细胞那么它主要的症状就是什么呢？反复发作这种症状，同时它的表现是喘这个呼吸很急促胸闷咳嗽是吧？而且很多的时候它是在什么夜间发作这个症状呢是可逆的，但是有的时候它也会随着时间的这种发展呢，可能又恢复症状了，然后过一阵儿可能经过治疗又好了，但是到了下一个节点它又发作了有这种特点。那比如说最典型的一个就是季节性的哮喘，每年比如说春天有花粉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的这种患者就会出现季节性的这种支气管哮喘。那么当然它的主要诱因包括最常见的还是过敏就是比如说像尘螨的像花粉这些过敏源导致你一种过敏反应。当然这种过敏反应归根结底它也是炎症性的反应那么当然你比如说呼吸道感染，比如说有细菌有什么的，这个也是一种诱因是吧？你可能感染了上呼吸道感染有金黄色葡萄球菌了，那么诱发了你一个支气管哮喘，这是有可能的
啊，你包括甚至有的说冷空气，包括运动，这都有可能诱发支气管哮喘的症状啊。那么当然，我们说最主要的症状其实就是哮喘嘛，就是喘啊。患者这个呼吸很急促、很困难，觉得阻力很大，他吸不进气去啊，这是最典型的一个症状。那么今天，因为我们主要讲的是这个药物哈，所以我们首先要明确，你要治疗这个哮喘，它的药物大概它是从哪个方面去治疗这个疾病的？其实呢，我们虽然说这个药物种类很多，但实际上它的类别主要是两大类啊。第一大类是什么？支气管扩张剂啊，它的作用是什么？扩张支气管、气管啊，扩张气道。所以我们中医来讲叫做急则治其标，对吧？这个病情很急，症状很重，我们这种情况下先把这个症状给它治疗啊，所以扩张气道。那么比较常用的药，一个是贝塔2受体激动剂，比如说有短效的，是吧 ？SABA 哈 SABA，那么有长效的 LABA LABA， 对吧？那么各自有代表药物啊。那么当然第二类呢是什么？抗胆碱药啊 ，Apratropine 啊，这个异丙脱溴胺啊，这个也是我们常用的临床上啊一种吸入的这种药物。那么第三类呢就是什么？茶碱类啊，茶碱类呢最代表的就是什么？氨茶碱，对吧？但是这个药呢，因为它本身除了激动这个贝塔2受体以外呢，它还对于心脏啊、血管也有一些其他的作用，所以呢，现在用的其实相对会越来越少了，大家很少看到把氨茶碱作为临床首选治疗哮喘的药了啊。那么在可能20-30年前，这个药应用可能会多一些啊，现在已经很少用了。那么第四个呢，就是肾上腺素啊，这个我们为什么必须要记住？因为它的作用是什么？专门用于那种过敏性休克导致的啊，喉头水肿这种非常紧急的情况，用这个肾上腺素啊。那么这4类药都是扩张气管啊、支气管的作用啊，所以它叫做气管扩张剂啊。那么第二大类啊，我们说除了让气道扩张以外呢，其实还有什么控制炎症的作用啊，就是抗炎。抗炎治疗这个是什么呢？叫做缓则治其本，症状已经没有那么急了，我们有时间啊，病人有条件接受这个炎症，是吧？我们提到过，因为这个哮喘本身它是由于炎症性反应引起的，所以呢，当他病情没有那么急的时候，病人已经没有说非常紧迫的呼吸急促啊、缺氧啊，已经没有那种情况了啊，比较稳定了，我们就该治其本了啊。那么抗炎我们主要是2大类药物，第一大类是什么？糖皮质激素啊，比如常用的什么泼尼松啊、泼尼松龙啊、贝他米松啊。那么第二大类呢，就是什么？这个叫白三烯的调节剂啊。那么比较常用的第一个这个孟鲁司特钠啊，这个是可能用的最多的。第二个这个叫齐六通啊，这个也是用的比较常用的一个药啊。那么这个2类啊都是起到抗炎作用，所以呢大家要清楚，这2个药它不是说直接扩张气道啊，它的作用是经过长时间的这种使用呢，来达到抑制炎症反应的目的，从而在根本上啊减轻炎症反应，来控制哮喘。我们一个一个看啊，第一大类先看支气管扩张剂。首先第一个最常用的贝塔2受体激动剂，我们一定要知道它代表药物啊，短效的 albuterol 第一个最重要，我们一定要知道的。当然 Teptalin 也是啊，这2个都是短效的。那么长效的呢，有这个福美特罗、沙美特罗，这个都是贝塔2受体激动剂。那么它们的作用机制，大家看一下啊，激动贝塔2受体，这个受体在支气管平滑肌上，那么它受到激动以后，就会有什么 CAMP 增加，然后导致你的平滑肌松弛，从而呢使得支气管扩张。临床用途呢，急性发作首选用药，大家要知道的啊，是什么？是这个短效的，包括 albuterol 啊、沙丁胺醇和 Teptalin 啊这2个药。那么长效的，因为它起效比较慢啊，所以呢它是用于长期控制，而且通常不是单一用药啊，它可能要连会一些吸入激素。那么它在急性发作时候，你用长效的药物实际上是无效的。所以我们要知道，对于哮喘急性发作，首选用药是这个 albuterol 和 Teptalin 啊，短效的贝塔2受体激动剂。除非有一种特殊类型，就是过敏性休克，这个病人出现了类似青霉素啊那种过敏严重的过敏反应，速发型的这种超敏反应啊，病人突然血压下降，这个心率变慢，然后这个
这个呼吸急促，然后有这种喉头的喉鸣音，是吧 ？Stridor 啊，这个喉头水肿。那么这种情况下，你首选用药是什么？是肾上腺素啊。那么所以呢，我们知道，对于一般的哮喘急性发作急性期，首选是 albuterol 沙丁胺醇或者 Toptalin， 而对于非常严重的过敏性休克的类型首选用药就不是它了那个是肾上腺素。好，我们接着说贝塔2受体激动剂它的给药方式一般都是吸入那么吸入就是怎么着？拿咱们的嘴含住那个药物的那个小瓶儿，它一般连一个那个塑料的一个嘴儿含住那个嘴儿以后一摁，然后往里吸，是吧？当然这个吸也是有技术的，是吧？你要详细的掌握，先让病人深呼吸几下，然后把气体尽量排出，然后再摁，使劲吸，然后吸完之后要憋住，尽量到10秒，对吧？然后缓缓呼气这是一个标准的用法。当然你也可以用雾化吸入，你这个 Toptalin 呢，它有口服的，有吸入的，有雾化的，有静脉的，有皮下的我们了解一下就行。因为 Toptalin 其实它适应症还有一些其他的所以呢我们在这儿呢就稍微了解 Toptalin 可以用于这个哮喘急性发作就可以了考点在哪儿？第一个，长效的这个是不单独用的，它要一般都和吸入的糖皮质激素作为混合制剂来一起使用。那么它的副作用就是什么？这些你想贝塔2受体贝塔2受体它的这个所在的位置，它有的时候呢，因为它不是选择性的贝塔2受体激动剂的话，它可能就会带着有一些什么血管心脏的这些副作用，所以我们知道有可能会对于某些有心脏病的、有高血压的一些这种心脏系统、心血管系统疾病的病人呢，这个贝塔2受体激动剂你要知道它有可能会有些作用的。那么另外呢，就是说，如果是有贝塔2受体激动剂，同时还有激素都要用在急性期我们是可以这2种药都使用的。当然，第一个先用贝塔2受体激动剂，你要把它的气道打开，然后你再吸糖皮质激素的吸入剂这样它才能进得去。如果你先吸激素，它气道还是收缩的，你吸不进去的这同时我们在后边也会讨论在急性期是可以吸入激素，但是它是第2位第1位一定还是这个沙丁胺醇 albuterol 它的目的就是先吸入这个，让气管扩张，你再吸入其他的药物，才能让它达到这个进入气道的目的好，那么再看第2个药物这个叫甲基黄嘌呤类或者叫茶碱类代表药物就是安茶碱。我们刚才说了因为这个药现在很少用于一线治疗哮喘，只是在一些重症难治性哮喘其他药物效果不好的时候可能会考虑到用。那么可以口服和静脉，那么当然它有一些问题，就是说治疗窗比较窄，你可能需要监测血氧浓度你要监测血压心率，因为它对于心血管系统影响会比较明显。那么它的中毒表现，比如说有心律失常、有癫痫发作大家知道一下然后我们看第3个吸入的什么，这叫做抗胆碱药。抗胆碱药就是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个 ipratropium 异丙脱溴胺那么这个它的作用机制是什么？抗胆碱阻断 M3 受体，然后抑制迷走神经，从而呢减少支气管收缩，来扩张气道有这个作用。那么它呢是作为一个急性发作的辅助用药同时呢它在 COPD 的病人就是慢性阻塞性肺病的患者是一个常用药那么大家如果在临床工作一段，你就知道这个病人如果有这个 COPD 的话，很可能他会有这种雾化吸入就是这个异丙脱溴胺那么考点是什么呢？这个副作用相对比较少容易口干对于心率影响比较小这是它的一个优点。好，我们再看这个肾上腺素它的作用机制呢，主要是什么？激动贝塔2受体这个使得支气管扩张，同时激动贝塔1受体，增强心率和心肌收缩力，同时还激动阿尔法1受体导致血管收缩，从而减轻气道水肿。所以说这个是特别适合于过敏性休克那么比如说青霉素或者其他一些严重的其他原因引起的严重过敏性休克这种反应你用这个肾上腺素就是最合适的。它一方面让气道扩张，让这个水肿下降，另外一方面对于心脏加强收缩力，提高心率这个都会在很大程度上正好针对这个过敏性休克的几个严重
问题啊，从而呢发挥它最大的优势。所以它的作用我们说三重啊，扩气道、升血压、减水肿啊。所以这个适应症也说了，严重的急性哮喘发作非常重的啊，包括过敏性休克是吧？包括喉头水肿。那么一般使用就是肌注啊，肌肉注射一般都是什么大腿外侧。大腿外侧我们大家可能听说过一个叫 EpiPen 啊，就是类似一支钢笔一个东西。那么对于有过敏性休克史的患者，他身上可能有一些标记啊，手腕子上带着一个标记，万一在大街上啊遇到这种发作的话，你正好你有医学知识，看到他有这个标记，然后找到了这个笔，直接在大腿外侧啊，是不需要什么消毒啊，什么脱衣服啊，什么不需要啊，直接隔着裤子就往里打进去啊，打到肌肉里。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时间啊，你可能晚这几分钟，这病就已经缺氧了啊。这个考点主要是什么？过敏性休克啊，这是一线用药啊。那么当然它有它的副作用，是吧？你这个作用多，它副作用自然就多。这些心脏、心血管的问题，心脏病患者要慎用啊。那么它有一个，为什么说它作为抢救用药？因为它维持时间很短啊，它起效是也快，但是它作用时间短啊，这是肾上腺素的一个特点。好，我们看第二大类哈，抑制炎症的药物。那么这个呢是糖皮质激素哈，它代表药物呢就是泼尼松啊、泼尼松龙、贝他米松这些。那么它的作用机制是抑制炎症反应啊，从而呢减轻这个气道的水肿，降低免疫细胞活性。所以呢，它不是立即扩张气道，而是控制炎症啊。我们说临床上一般用的什么急性严重发作时候可以用，但是它不是第一位啊，它是可以用在急症的时候的。一般呢，你可以静脉用啊，当然你说长期使用的话，那就是吸入了啊。咱们刚才说到过啊，它可以和那个长效贝塔受体这个激动剂一起啊吸入啊。给药方式可以吸入，可以口服，可以静脉。那么如果你要是长期吸入啊，只要是长期用糖皮质激素，那么就要怎么样？吸入的话，你经口你就要漱口，防止什么呀？口腔有白色念珠菌生长，因为它会抑制你的免疫力啊。那么导致真菌的这种生长，同时呢不能突然停药。大家要知道，糖皮质激素你长期使用，突然停药有可能会导致你突然出现一个肾上腺功能不全啊，那很严重的一个反应，所以不能突然停药。那么副反应当然就是糖皮质激素那些相关副反应啊，高血糖啊、胃溃疡啊、感染是吧？还有很多啊，因为这一系列的说起来很多了，咱们就是知道几个这个糖皮质激素副反应会长期使用这个糖皮质激素的话要预防啊，要注意。最后一个这个是什么？白三烯调节剂啊，最常用的就是孟鲁司特钠和齐硫通啊。那么它们都是通过抑制白三烯啊，从而达到什么？减少炎症，同时呢减少这种支气管收缩的作用啊。这个一样啊，它是一个就是不是急性期的用药啊，它是一个从根儿上慢慢的降低你炎症反应水平啊，从而抑制哮喘发作这么一个机理。所以它急症的时候用是无效的。那么它最主要的用途，一个是什么？轻中度哮喘的长期控制，是吧？它是长期用药。同时，大家要记住哈，对于运动诱发的哮喘和当然过敏诱发的哮喘这两个啊，过敏性哮喘大家当然都知道它可以用，但是运动诱发哮喘大家要记住哈，这个白三烯调节剂也是有它的特性啊。你比如说，有人一运动、一活动、一跑步或者是什么一登山就开始哮喘啊，平时没事儿。是吧？这种的时候可以怎么样？用哪个呀？其实就是用这个啊，就是比如说这个齐硫通啊，你在这个运动之前几个小时啊，先用这个药。那么一般是口服的，所以大家要知道它不是急救用药啊。一般如果不是急性发作呢，你就每晚使用一次，或者是运动前几个小时啊。那么齐硫通呢是需要监测肝功能啊。那么下边呢说一下，这也是经常考到的一个点啊，急救顺序啊，哮喘急救顺序那肯定比较重了。第一个我们看上面红的标题啊，叫做严重的过敏性休克的喉头水肿的，这个首选就是什么 EpiPen 啊，肾上腺素直接肌肉注射。那么如果没这么严重，就是一个普通啊一个哮喘的急性发作，应该怎么样？第一个先给氧气，是吧？氧气呢，你说我用什么面罩？根据情况啊，最严重的咱们用那个 non-rebreather 啊，这个面罩是吧？轻一些的咱们可以用普通的，是吧？然后呢，用什么？第二步给药啊 albuterol 这个短效的贝塔受体激动剂，那么先吸入，同时呢可以
用这个叫异丙脱溴胺啊，用它也可以同时吸入，这也可以作为急症的时候其中一个选择。那么第4个激素啊，激素呢，如果是急性发作的时候，你可以用静脉啊，糖皮质激素。我们再看一下啊，把这几个对比一下。那么这张表其实没有什么新东西，就是刚才咱们提到的那些啊，给它在一张表上，大家一起来看一下。第一横行啊，我们叫做短效的贝塔受体激动剂啊，它可以用于急救啊。那么它没有抗炎，没有长期效果啊，给药方式吸入。那么长效贝塔受体激动剂它没法用于急救，它也不抗炎啊，但是它用于长期控制啊，它也可以吸入。第3行这个茶碱类啊，可以用于急救啊，是可以，但是很少用了啊。抗炎呢有轻度的抗炎作用啊，但是它也是不是能控制，说有长期控制作用，它没有啊。给药方式呢可以口服，可以静脉啊。然后这个第4个呢，这个叫抗胆碱啊，抗胆碱药啊，比如说异丙脱溴胺，那么它可以用不用于急救啊？可以有辅助作用啊，可以。但是呢，它没有抗炎作用啊，它也不能用于长期控制啊。这个有这个吸入剂啊，基本上主要就是吸入剂型啊。然后第5行这个是什么？糖皮质激素，急救可以用啊，抗炎当然有，是吧？能不能长期控制？能啊。给药方式呢有吸入的，有口服的，有静脉的啊。当然下边这个什么白三烯调节剂是吧？那么它是什么？能不能用于急救？这肯定不行啊，有抗炎作用啊，用于长期控制。给药方式主要是口服啊，但最下边这红字标示的什么肾上腺素啊，这是最典型的用于喉头水肿啊、过敏性休克、非常严重的过敏反应这种哮喘是吧？那么强效的急救用药啊，它没有抗炎作用，也不用于长期控制啊。给药方式最常用的就是肌肉注射啊。那么最后呢，我们给大家总结了一张表啊，大家如果能把这张表仔细看一看的话呢，应该其实就是对于咱们上面所有课程的一个总结啊。那么我们说呢，哮喘的药物啊，一张表就可以体现啊。左半边这个叫什么？支气管扩张剂啊，4大类：贝塔受体激动剂啊，抗胆碱，然后茶碱类，还有这个，因为这个肾上腺素这一块咱没标志哈，这个是实际上第4类啊，就是肾上腺素，它们各自的机制在下边也都写了啊，包括不良反应。那么右半边这个什么？就是抗炎药啊，抗炎药呢就是什么？控制炎症的啊，那么包括什么？糖皮质激素类的是吧？那么它包括它的代表药物啊，包括它的这个作用机制啊，是吧？包括它需要注意的，是不是要漱口是吧？不要突然停止。那么下边这个白三烯调节剂是吧？孟鲁司他钠嘧哚通，那么它的作用机制，然后呢要注意监测是吧？当然如果有紧急情况吸氧，然后用albuterol 吸入，然后再可以辅助异丙脱溴胺，同时呢还可以静脉啊用这个糖皮质激素。当然特殊类型啊，咱们可以忽略掉这个箭头啊，因为这2个不是有先后顺序关系。那么这是一个特殊的肾上腺素，用于什么呢？重度的哮喘啊，非常严重的过敏性休克啊，然后喉头水肿这种非常严重的时候，咱们用肾上腺素啊，肾上腺素激注 EpiPen 啊。所以呢，紧急情况下，我们最重要的是治其标 Open Airway 啊。如果是平时长期的治疗，我们是维持，主要是控制炎症反应啊。那么最后呢，感谢大家的这个收看啊，非常高兴和大家呢一起来学习和分享。那么也欢迎大家呢给予一些评价或者留下你的问题啊。最后感谢大家点赞、订阅、分享。今天我们就讲到这儿，谢谢各位。